Hello 各位，又係我 Sherlock。今次我嘅旅程會同大家去睇水都威尼斯，同埋今次意大利行程最後一站米蘭。我會帶大家睇一個不一樣嘅威尼斯。威尼斯意大利原名叫 Venezia， 英文叫 Venice， 曾經係歷史上一個世界上頂尖嘅商貿王國。幾百年之後演變成今日世上一個獨一無二嘅旅遊景點。喺呢個城市內，船係唯一嘅交通工具。對於外部，威尼斯係有鐵路連接，我哋上船嘅碼頭就有一個鐵路站。根據2022年嘅資料，威尼斯人口唔超過26萬，但係最誇張嘅係喺2023年嚟威尼斯嘅遊客人數係高達570萬，除翻12個月，即係平均每個月有47.5萬人嚟觀光，差唔多係本身人口嘅2倍，真係好誇張，亦都證明咗威尼斯嘅魅力。早上9點鐘食完早餐，我哋就喺酒店出發，因為 book 咗10點鐘嘅船。睇下我哋呢一隻叫做 Pink Venice 嘅船幾有型，10足10以前啲小朋友玩嘅4驅車咁，有個巨型嘅定風翼。對面就係威尼斯嘅沿岸風景。呢個船程好短，大約20分鐘左右。而威尼斯嘅對岸就係克羅地亞，係一個歐洲小國。一般人對佢嘅印象唔係太熟悉，但如果我講一個人名，大家應該會認識，就係網球前一哥祖高域 Djokovic。有樣嘢不得不提嘅，就係意大利人嘅女人都係十分之漂亮，輪廓分明，眼眉濃密而美，眼神好像識講嘢一樣。而佢哋不論男女嘅鼻都係好高，線條好完美，就好似佢哋所做嘅雕像一樣咁靚。呢個維克托埃曼紐二世紀念碑，當地人簡稱為紀念碑，係一座由羅馬雕塑家 Ettore Ferrari 於1887年創作嘅騎馬雕像，即係已經有137年歷史。我哋漫步向住第一條橋進發，呢條 Ponte della Paglia 最初建於1360年，而於1847年再翻新重建成而家呢個模樣。前方白色石灰岩做嘅橋叫做 The Bridge of Sighs， 由 Antonio Conti 於1600年開始興建，1603年完成。威尼斯城內總共有401條橋，數目之驚人，我相信冇幾多個遊客能夠每一條橋都行晒。就算住喺城內嘅居民，可能都未必認得每一條橋，因為曾經發生一件郵輪撞毀碼頭嚴重交通意外，破壞咗呢一個咁有歷史標誌性嘅城市海岸，所以由2021年8月1日起，意大利當局規定禁止超過25000噸嘅船隻駛入威尼斯。現在只有小型客輪及貨船才能駛入威尼斯，大型郵輪必須改停泊在鄰近嘅港口城市馬格拉。大家睇下喺威尼斯大運河上呢一條 Rialto Bridge， 可以算係威尼斯最出名嘅一條橋。於1588至1591年興建，距今超過400年。見人哋坐船仔坐得咁過癮，都係時候到我哋玩下啦。我哋旅行團收我哋每一個人頭40歐羅坐船，5個人一隻船，即係圍起200歐羅一隻船。不過我家姐去打聽過，見船家 sell 啲一般嘅遊客只係收90歐羅咋，但唔清楚佢哋係咪5個人上船定係普通咁一對情侶。但我覺得去旅行其實唔需要計人哋賺得多唔多，40歐羅，我覺得喺威尼斯咁樣暢遊40分鐘都係好值得嘅。圍起每分鐘只不過係1歐羅啫，都仲叫做豪得起嘅。河嘅對面就係一個叫做安康聖母聖殿 Basilica Santa Maria della Salute 嘅教堂。大家欣賞下呢個靚仔嘅王敏德船家邊揸船邊聽電話嘅技術，1腳2腳3腳4腳5腳6腳7腳，唉，流晒汗啦，唔知係咪老婆定外母打俾佢啦。城內河道水深平均為1.5米，當然可能有啲會深少少，我估計應該都係2米左右啫。如果你唔識游水，萬一跌落水，跳下跳下應該都唔會浸死嘅。不過前提係你係要高過153 cm 先。有人話過河道兩邊嘅樓咁殘有乜好睇啊？我就覺得呢啲就係風味啦。其他城市啲樓有冇殘得咁靚先？有冇咁有藝術感啊？而且我覺得安全好多。如果喺上船碼頭嘅大運河嗰度一路遊嘅話，
因為水深5米就應該要救生衣啦，因為真係有風險㗎。河邊玩完水，就帶大家去遊下威尼斯最出名嘅聖馬可廣場同埋附近嘅風景。聖馬可廣場係呢度最大嘅廣場，係由總督宮、聖馬可教堂、聖馬可鐘樓等建築圍成嘅長方形廣場。臨大運河岸邊有2棟5樓咁高嘅著名嘅白色石柱，一條上面雕刻咗一隻有翅膀嘅獅子，就係威尼斯嘅象徵。而喺聖馬可圖書館旁邊嗰碌上面係守護者 San Teodoro。呢2條石柱已經有超過1000年嘅歷史，絕對係世界遺產。呢2根石柱曾經係威尼斯官方城門，亦都曾經係威尼斯執行死刑嘅地方。作為威尼斯嘅地標，聖馬可廣場受到全世界遊客嘅格外青睞。拿破崙曾經稱讚其為歐洲最美嘅客廳。呢度每個遊客都陶醉於打卡，為自己嘅旅程留一個紀念。嗱，呢個朋友真係唔話得啦，呢啲真係真正為你瞓身嘅老友啊！最開心係巧遇咁美麗嘅新娘子，生咗見到仲咁靚，等我都唔執輸影翻2張相先。呢度嘅小販檔嘅生意，感覺比我之前見到其他景點嘅小販係好生意好多。除咗威尼斯真係比較熱鬧，再加上今日天氣好好，可能亦都令大家有愉快嘅心情去購物。眼前呢一座咁有氣派嘅就係聖馬可教堂，佢歷史十分悠久，佢係於公元後829至836年興建，並於1963年重建，用咗接近30年，於1094年重開。如果由第一次建成，即係公元後836年計，距離而家總共有1188年嘅歷史。除咗欣賞已故藝術家嘅傑作，也可欣賞下一啲生勾勾又寂寂無名嘅藝術家嘅落力演出。喺呢條 San Teodoro 石柱後邊嘅建築物就係聖馬可圖書館，係可以免費入場參觀。而佢地下就有一間有70年歷史又好出名嘅雪糕店，叫 Al Todaro Ice Cream Shop。我見佢可以望到大運河岸邊，所以我都唔執輸，坐喺嗰度食翻杯雪糕新地。佢亦都有現場 live band 演奏，我感覺個氣氛更加好，因為可以一路食一路聽住演奏，一路望住2條代表威尼斯城門嘅石柱。話呢個男朋友又要拎嘢做阿四，又要幫個女朋友拍片，不過見佢擰晒頭喎，應該話唔係好掂。風景唔掂，唔係條女唔掂。睇住啲雲同人好似鬥快，睇下邊個行得快咁，坐到我都唔願走。不如同大家行下內街，參觀下威尼斯嘅小商店啦。睇小商店先至可以欣賞到真正嘅風土人情。我哋就係喺呢間餐廳食午餐，坦白講，質素令人失望。每一條橋都充滿住遊客喺度打卡。我諗喺威尼斯嘅橋要影一張身邊完全冇人嘅相，難度真係10級啊！呢度嘅首飾店都好多，好多手工都好精緻，一時間都唔知買邊一條好。諗得嚟，我哋又要去下一個景點，因為 book 咗時間要參觀一間當地著名嘅玻璃廠。呢隻咁有氣派嘅馬就係佢哋店鋪嘅鎮店之寶。上面有個牌寫明不准攝錄拍照，但啲人一於好少理。佢哋派咗專員示範俾我哋睇一個玻璃器皿係點樣打造出嚟嘅。你見到師傅係好純熟咁樣
俾我哋睇點樣去吹玻璃，然之後點樣去造型，然後擺落去一個超過1000度高溫嘅鍋爐入邊去燒佢。我哋其實離開嗰個爐都有幾米遠，都 feel 到嗰個熱力，所以你話個師傅係幾咁厲害呢？然後大家入來參觀佢哋各種工藝品，因為店內係嚴禁拍攝，所以冇辦法拍佢哋眾多好出色嘅製成品俾大家睇。你睇下師傅手工藝幾純熟，呢啲真係藝術品嚟嘅。你睇下原來玻璃可以拉到咁長啊，真係厲害。如果有時間，大家絕對可以喺路邊再嘆一杯咖啡，感受一下水都入邊由遊客喧鬧聲和河水泛舟嘅聲組成嘅獨特氣氛，都唔錯㗎。今次日間暢遊威尼斯係有點意猶未盡，我一定會再嚟住返晚，欣賞下呢度嘅月色。米蘭係意大利西北方大城市。佢嘅都會區達到820萬人口，人口為意大利最大，以及歐盟第2。米蘭亦係歐洲主要嘅運輸和工業中心。米蘭係歐洲聯盟當中第6大嘅商業和金融中心。米蘭喺中世紀時代被稱為 Mailand， 呢個字係出自於古代凱爾特語嘅 Midland， 意思解平原嘅中心。米蘭係文藝復興嘅重要中心。達芬奇、米開朗基羅呢啲藝術家都曾經喺呢一度工作，留低咗《最後的晚餐》等藝術嘅珍品。拿破崙於1796年佔領米蘭，並於1805年將米蘭當做意大利王國嘅首都。米蘭隨後成為受到奧地利帝國所控制嘅倫巴第、威尼西亞王國首都，並於1859年成為薩丁尼亞王國嘅一部分。之後逐漸隸屬於意大利王國。我哋嚟到米蘭嘅時候已經係下午嘅5點，落車行咗冇幾耐，天色已經開始變黑。傍晚我哋就嚟到米蘭大教堂。米蘭主教座堂嘅建造始於1386年，經歷5個多世紀，於1965年最後一扇銅門就位後才算正式完工。佢嘅建築風格獨特，包含咗哥德式、新古典式和新哥德式。米蘭大教堂係世界上雕像最多嘅哥德式教堂，整座教堂共有大理石雕像6000幾座，雕像嘅主題多數係聖經故事，各種雕像千姿百態。一般嘅商鋪除咗餐廳都閂咗門，但每一個途人仍然興致勃勃喺度投入打卡。我哋揾咗間唔使排隊嘅餐廳就座，點咗個 lasagna， 味道還可以，不過份量就唔係好夠。食完後，我把握時間走去教堂前嘅廣場，影下每一個路人嘅表情。呢條就係米蘭好出名嘅十字街，可惜啲名店閂晒門。如果唔係，可能見到啲咩國際影星喺度買衫，就算唔係，都起碼見到啲咩嘉玲、咩冰冰嘅明星喺度買嘢啊！無意中俾我見到呢一 pair 小情侶喺度，你影下我，我影下你。佢哋都知我影緊佢哋，但佢哋一樣好少理，繼續享受互相拍照。雖然個少女嘅表情係有少少怕醜，影完急不及待睇下影成點，又真係幾 sweet 㗎。今次未有機會坐米蘭嘅電車，希望下次嚟到可以坐下欣賞一下沿途嘅風景。今次意大利嘅旅程喺輕鬆愉快嘅心情下完結咗啦。下集會同大家去睇我哋終極目的地巴黎，同你一齊欣賞最浪漫嘅巴黎鐵塔，仲有羅浮宮。下次 Sherlock 開心樂園再見。